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期咖啡聪明滤杯的另一种冲泡方法。目前市场上面的滤杯有很多款式，有 V60 滤杯、梅琳塔滤杯、卡琳塔滤杯、折纸滤杯、莉莉滤杯等。每一种咖啡滤杯冲煮出来的咖啡各有各的特色，这与个人的冲煮习惯与爱好有关系。咖啡滤杯内部肋骨高，尾端孔洞大，它的流速就会比较快，冲煮出来的咖啡干净轻盈，酸质优越。这种滤杯属于低滤式。咖啡滤杯如果是内部肋骨比较浅，滤纸贴紧滤杯，出水口比较小，咖啡出来的甜感充足，醇厚度高，这种滤杯属于滤泡式。那么有没有一种滤杯能结合数种滤杯的优点来进行冲煮咖啡呢？其实聪明咖啡滤杯相对来说是能解决这一个问题的，因为聪明滤杯的冲泡方法非常多，它的实用性也属于比较强的一种，能使用低滤式，也可以使用滤泡式的冲煮方法。使用聪明滤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对于咖啡新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，它在注水技巧方面也让很多新手能轻松地进行驾驭。前一期视频已经介绍过，聪明滤杯的搅拌法是为了让咖啡的口感更加浓郁，咖啡在萃取中释放出更多的可溶性物质，使咖啡的口感平衡醇厚。这一期介绍的就是如何利用聪明杯进行低滤式的冲泡，大家可以从视频上看一下聪明滤杯的原理。滤杯在尾端出水口有一个硅胶止水阀门，止水阀门关闭的时候，咖啡就变成了浸泡式的方法。当止水阀门打开的时候，咖啡又可以形成低滤式的方法。因此聪明滤杯结合了流速快，既得到清雅酸质优越的咖啡，又可以使用浸泡式的方法，让咖啡口感醇厚浓郁，甜感充沛的结合。接下来我展示一下如何利用聪明滤杯做低滤式的冲煮方法。聪明滤杯是使用扇形滤纸的，很多朋友问聪明滤杯能不能使用 V60 滤纸呢？其实聪明滤杯的设计理念是按照扇形款式去进行设计的，它的前身是美琳塔或者卡琳塔滤杯的原型。如果说在没有扇形滤纸的情况下，使用 V60 滤纸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我尝试过使用 V60 滤纸冲泡咖啡，感觉口感不如扇形滤纸的好，因此建议使用聪明滤杯的时候，还是使用符合它所用型号的滤纸去进行冲煮。首先用热水把滤纸打湿冲洗干净，让滤纸能贴紧杯壁。今天使用的是一支中浅度烘焙的咖啡豆，预计冲煮出来的咖啡既有柔和的酸质，还要有醇厚的口感。咖啡粉的研磨度相对的粗，过筛率在 50%， 水温使用93度，粉水比例1:15，同样也是使用3段式的冲泡方法。把研磨好的咖啡粉倒入滤杯内，想让咖啡的风味与口感更加好的释放出来，咖啡冲煮前的焖蒸也是不能少的，以粉水比例1:2进行咖啡冲煮前的焖蒸工作。用了30秒钟的焖蒸时间，看到咖啡粉不再冒出二氧化碳气体，就开始注水。咖啡聪明杯的注水方式与美琳塔、卡琳塔滤杯的注水方式基本一样，它不像 V60 滤杯注水是绕圈，而且需要掌握水流的高低与舀流的力度。聪明滤杯的注水方法是以画线的模式均匀地进行注水，因为聪明滤杯的流速相对来说
比大口径的 V60 滤杯相对要慢，因此咖啡在滴滤的过程中，粉与水的接触时间相对还是比较长的，因此这个过程咖啡粉也起到了一些浸泡式的功能。除了焖蒸以后，第一段注水注入总水量的 38%， 让咖啡粉与水接触的时间相对要长一点，这个时候咖啡的浓度也特别高。第二段注水注入了总水量的 57%， 这一段水让咖啡的可溶性物质更加多的通过浸泡的方式溶解于水中，使到咖啡的醇厚度相对的提高。第三段的注水只注入了 5% 的水分，因为这一段水其实只是起到了稀释咖啡的作用。这一次使用聪明滤杯去冲煮咖啡，是为了想获得酸质柔和、甜感充沛、口感醇厚的咖啡。从时间上看，咖啡的萃取时间用到了3分30秒，比平时 V60 滤杯大概慢了3到40秒的时间，但也比美琳塔滤杯的萃取时间缩短了差不多30秒的时间。这个就是聪明杯的特性，它能结合着 V60 滤杯以及扇形滤杯的优点，既能保留咖啡优越的酸质，又能获得醇厚的口感。萃取完成以后，品尝了这一杯咖啡，咖啡的酸质柔和，甜感充沛，醇厚浓郁。浅烘焙咖啡的花果调性也相对的明显，就能综合了2种咖啡滤杯不同的萃取需求。希望这一期的视频能给大家对于聪明滤杯的使用有一定的启发，特别对于一些咖啡爱好者，还有一些咖啡新手来说，可以用聪明滤杯通过不同的方法来提升自己对咖啡品质的需求。这包括对酸质、甜感、浓郁度、平衡感，还有风味等，都可以尝试不同的方法来调整。这一期聪明咖啡滤杯分享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分享传播，谢谢。